最近这半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你身边认识的那些做生意的朋友、老板，好像不是已经搬去了澳洲，就是在去澳洲考察的飞机上。今天我们不讲虚的，我会把这层窗户纸彻底捅破，带你看看这些企业主们连夜买机票背后到底藏着什么不能说的秘密。这期内容我会把我这段时间的亲身经历，我看到的真实案例，还有未来2-3年的财富走向、赚钱机会全部揉碎了讲给你听。有些话可能有点刺耳，但我保证绝对真实，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在影片的结尾，我准备了一个隐藏版的 bonus， 这是我实地跑了好几个城市，砸了不少真金白银总结出来的未来趋势与投资避坑指南。如果你近期有投资打算，或者正在犹豫要不要转换跑道，这个 bonus 绝对能帮你省下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学费。说真的，以前我们总觉得做生意嘛，只要肯吃苦，脑袋灵光总能赚到钱。但现在呢，很多老板私底下跟我喝咖啡的时候，那种焦虑，那种深深的无力感是装不出来的，不是大家不够努力，而是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变了。上个月我跟一个在纽西兰做了10几年餐饮和零售的朋友吃饭，他以前多意气风发啊，分店一家接一家的开，但那天他眼眶有点红，叹了口气跟我说，我现在每天一睁开眼就是在给房东、给供应商、给政府打工，到了月底一算账，自己口袋里剩下的利润算下来的时薪，居然还不如我店里一个拿最低工资的经理。这句话听起来很心酸，但这就是很多纽西兰企业主现在的真实写照，这不是开玩笑的。你看我们现在的生活，去超市买个菜，物价涨得让人心惊肉跳，做生意的利润空间被一点点榨钱。我记得以前奥克兰的街头晚上是很热闹的，现在呢，8-9点钟街上就冷冷清清，大家都不敢消费了，那种弥漫在空气里的压抑感是骗不了人的。我另一个朋友在北岛做建筑装修，他说以前电话接不完，现在倒好，他得主动打电话去求客户，甚至还要担心客户会不会中途倒闭拿不到工程款。这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含义，让很多在上海打拼了半辈子的人开始怀疑人生。我们这群人其实最不怕累，我们怕的是看不见光。你每天早上5点起床，忙到深夜11点回家，看住熟睡的孩子，心里想的是明年的地税又要涨了，员工的保险又要交了，利息已经压得你喘不过气了。这种心理上的折磨真的会让人崩溃。大家开始意识到，如果环境这块天花板已经低到让你直不起腰，那么再怎么努力跳跃也只是徒劳，所以很多人选择了离开，选择了那个听起来更开阔、更有活力的邻居，也就是澳洲。这不是背叛，而是生存本能。当你发现你守护了10几年的生意像一艘漏水的船，而旁边有一艘更大的游轮在招手，你心里的挣扎和痛苦没人能体会。其实很多人在决定买机票去澳洲考察的那一刻，心里是非常纠结的，毕竟在纽西兰生活了这么多年，这里有我们的家，有我们熟悉的街道，有我们一点一滴打拼出来的人脉，但做生意的人最敏锐的就是对风向的感知。当你发现身边那些原本最有生命力、最有野心的老板们，一个个都在聊布里斯本的房价，聊墨尔本的人流，聊雪梨的商业机会时，你心里的那个天平就已经失衡了。我亲自飞去澳洲走了一圈，那种冲击感是非常直接的。在纽西兰，我们习惯了那种慢生活，但这种慢在商业世界里有时候意味着窒息。你开一家咖啡店，在奥克兰，你可能要守着那几百个老客户，每天计算着这杯拿铁的利润够不够付今天的电费。但当你站在澳洲那些繁华的商业区，看住那种一眼望不到头的人潮，那种流动的资金，那种活跃的交易，你会突然发现自己以前好像是在一个乾河的小池塘里跳舞，而澳洲那边是波涛汹涌的大海。这种规模的碾压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人口多几倍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消费欲望和资金周转速度完全不在一个维度。我遇到一个原本在威灵顿做电商的朋友，他在纽西兰做到了极致，1年也就那么点营业额，遇到物流罢工或者政策调整，他就要亏本。后来他把仓库搬到了墨尔本，他跟我说，在那边同样的广告费投下去，回报率居然是纽西兰的3倍以上，因为那边的市场深度够深。如果你有一款好产品，在纽西兰可能1个月就卖饱和了，但在澳洲你可以连续爆单半年，这种赚钱的快感是会让人上瘾的，也会让一个原本已经疲惫不堪的生意人重新燃起那种久违的斗志。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说澳洲的机会多，其实本质上是容错率高。在纽西兰，你做错一个决定，可能这辈子就翻不了身了，但在澳洲，因为市场大，机会多，你这次亏了转个身，可能在另一个赛道就能赚回来。
这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对于我们这些每天如履薄冰的创业者来说，简直就是救命稻草。而且你不得不看政治环境的影响，澳洲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吸引外资和人才方面的力度确实比纽西兰要显得更有侵略性。他们那种要赚钱、要发展的社会共识非常强烈，而纽西兰有时候给人的感觉是大家都在讨论怎么分配那点越来越小的蛋糕，而不是怎么把蛋糕做大。这种社会底层逻辑的差异让很多有野心的人感到窒息。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运动员，你肯定希望去一个有观众、有奖金、有竞争的赛场，而不是在一个没人看的操场上独自练习。所以这种集体性的迁徙其实是一种对未来的集体投票。但如果你以为飞到澳洲就等于进了天堂，那你就真的太天真了。做生意这件事在哪里都不是做慈善。澳洲的池塘大，鱼多，但这也意味着水底下的暗礁比纽西兰还要尖锐，还要致命。我必须要跟你讲几个我身边发生的真实案例，让你知道什么叫跨国创业的代价。我有个在奥克兰开连锁钱洗店的朋友，我们叫他老李，他在纽西兰经营的有声有色，手头攒了200多万纽币。2025年初，他满怀信心的杀到雪梨，觉得凭他在纽西兰那套成功的管理经验和品牌意识，在澳洲肯定能降维打击。结果呢，不到1年的时间，200万赔个精光，甚至连他在奥克兰的最后一套房子都抵押进去了。他跟我说，他最没想到的是澳洲的隐形成本高得像黑洞。在纽西兰，你跟员工处得好，大家像家人一样，有时候忙不过来，大家帮帮忙也就过去了。但在澳洲，劳工法规严格到让你喘不过气，稍微一个排班没弄对，或者加班费少算了一个零头，工会和相关部门的罚款能直接让你这1年的利润化为乌有。那种合规成本是很多从纽西兰过去的老板最容易忽略的死穴，再加上澳洲那种惨烈的商业租金，到了2026年，雪梨和墨尔本的商业地产租金已经涨到了让人怀疑人生的地步。很多时候你辛辛苦苦干1个月，交完房租，付完那种精确到秒的人工费，再扣掉那些五花八门的保险和税收，你发现自己真的只是在帮房东和政府打短工。而且澳洲人的消费习惯跟纽西兰完全不同，他们更挑剔，更追求品牌背后的情绪价值。如果你只是把纽西兰那套节省成本、薄利多销的做法搬过去，你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根本进不了主流圈子，只能在边缘地带挣扎，最后被高额的运营成本活活拖死。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心理因素就是孤独感。在纽西兰，你遇到困难，打几个电话总能找到熟人帮忙，但在澳洲那个大江湖里，你就是一个无名小卒。那种从地头蛇变成过江龙，却发现自己水土不服的落差，会让一个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我见过不止一个老板在深夜的雪梨街头给我打电话，声音都是发抖的，他们后悔自己为什么要放着纽西兰安稳的生活，不过去追求什么大市场。这种心理压力是外人看不见的，所以如果你问我现在去澳洲还有机会吗？我的回答是有，但绝对不是像以前那样盲目的冲过去。你要看清2026年的新趋势，现在澳洲的商业逻辑已经从流量扩张转向了精准收割，那些还在玩老一套低端零售、传统餐饮的人，基本上都是在送人头。未来的钱在哪里？未来的钱在那些能解决痛点的高端服务业，在那些能跟澳洲政府的大基建规划挂钩的产业里。说到这，很多人会问我，既然澳洲水这么深，那为什么我还要看好那边？为什么我说2026年是一个财富翻盘的关键点？这就不得不提到政治跟大环境的布局了。做生意的人如果不看政治，那你就是在闭着眼睛开车。纽西兰现在的情况是大家都在节流，政府在缩减开支，老百姓在缩减消费，整个经济体进入了一种排毒期。虽然这对长期可能是好事，但对我们这些每天要付工资、付租金的人来说，这个过程太痛苦了。而澳洲现在玩的是另一套逻辑，他们在疯狂的开源。你去看2026年澳洲的财政预算，他们把大量的资金砸在了数字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还有那个让全澳洲生意人都兴奋不已的2032年布里斯本奥运会。这不是虚无缥缈的口号，这是真金白银的投入。我上个月去昆士兰考察，看到那些正在动工的隧道、体育馆和交通枢纽，我心里就在想，这就是机会的味道。人口在往那里涌，资金在往那里流，这就是我说的趋势。在纽西兰，你可能在愁怎么保住现有的客户，但在昆士兰，你该愁的是怎么招到足够的人手去应对喷薄而出的需求。如果你是做技术工种、专业服务，或者是跟基建配套相关的生意，现在就是你布局澳洲的最佳时机。
而且澳洲在2026年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政策导向，就是数位化转型补贴，他们政府意识到人工太贵，所以拼命补贴中小企业去搞自动化，搞 AI 流程优化，这就是给我们这些有脑袋、有技术、想提效的人准备的红包。反观纽西兰，虽然我们也有创新，但在政策支撑的力度上，确实显得有些单薄，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手头有闲置的资金，不要再盲目的在纽西兰买的盖房等升值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投资逻辑要转向现金流资产和高增长赛道，你要去研究澳洲那些人口净流入的城市，去看看那些受惠于奥运红利的商业地产，或者是针对新移民的高端教育和健康服务，这才是未来5到10年的财富收割区。而且你还要考虑到汇率和资产分散的风险，如果你所有的鸡蛋都放在纽西兰这一个篮子里，一旦本地经济波动，你连个退路都没有。我在澳洲遇到很多老移民，他们现在最聪明的做法就是纽澳双栖，利用纽西兰的低生活成本来安顿家人，利用澳洲的高增长市场来赚取利润。这种资产配置的心理安全感是你在单一市场里永远体会不到的，所以这不是要你放弃纽西兰，而是要你学会跨出舒适区，去那个更大的竞技场里分一杯羹。当然这背后的税务筹划、身份安排，每一项都是技术活，如果你不提前布局，等大家都冲过去的时候，你连汤都喝不上了。在你要跨出那一步之前，还有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我前面没细说，但这件事如果你搞错了，可能你人在澳洲赚钱，最后却是两头落空，那就是税务居民身份与双边税务协定 DTA 的深水区。很多人以为我只要人搬到澳洲，我就是澳洲税务居民，纽西兰那边就跟我没关系了。错，大错特错。2026年，纽澳两国的税务局 IRD 和 ATO 数据联网已经到了透明的地步。如果你在纽西兰还有生意，还有房产，甚至你的家人还留在纽西兰，纽西兰政府可能会认定你依然是他们的税务居民。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在澳洲拼命赚到的每一分钱，纽西兰可能都要分一杯羹。反过来，澳洲税务局也会盯上你海外，也就是纽西兰的资产收益。特别是2026年，澳洲刚更新了针对外国投资者的土地税附加费 Foreign Surcharge 政策。如果你没搞清楚你的身份，就急住在昆士兰或新州买房投资，你可能每年要额外上缴 4%到 5% 的土地附加税，而且这是不算在普通免税额度里的。我见过一个老板在布里斯本买了块的准备开发，结果因为身份判定问题没拿到开发者豁免，一年白白多交了10几万澳币的税，这几乎是他一整年的利润。所以我想对所有准备出发的人说，不要只看澳洲的市场大，还要看清你背后的税务网。在你正式落地澳洲之前，一定要找专业的跨国会计师帮你做一次身份切割诊断。你要确保你在纽西兰的资产已经做好了结构化的隔离，确保你在澳洲的投资身份是经过最优化设计的。千万不要等到澳洲税务局的信寄到你家门口，你才发现自己成了两国政府眼中的肥羊。做生意，我们不怕交税，我们怕的是交那种本可以避免的冤枉税。这就是我说的，在2026年这个复杂的环境下，税务架构的设计本身就是一种利润。所以聊到这里，你应该已经看清了，2026年的澳洲不再是那个只要胆子大就能捡钱的荒蛮之地，它已经进化成一个极度考验智商、资源和心理素质的精修场。如果你还抱着那种我在纽西兰能行，去澳洲肯定更行的傲慢心理，那这就是你崩盘的开始。真正的财富翻盘，往往发生在大家都感到恐惧或者盲目跟风的时候。我这几年观察下来，那些能在澳洲站稳脚跟，甚至资产翻倍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他们学会了与不确定性共存。他们不再追求那种虚无入节的稳定，而是把精力放在了如何获取有质量的现金流上。现在的政治风向变幻莫测，2026年澳洲的移民政策和税务框架都在经历大洗牌。如果你不懂得如何利用当地的法律工具，如果你还在用那种老派的，甚至带点灰色地带的方式做生意，那我劝你趁早收手，因为澳洲的监管力度在2026年会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峰值。这不是在吓唬你，这是为了保护那些真正守规矩、有长期主义思维的生意人。所以如果你想在未来的2-3年里翻身，你首先要做的不是找项目，而是找对圈子，去跟那些已经在澳洲拿到结果的人交流，去听听他们在深夜里是怎么跟那些繁琐的法规博弈的，去看看他们是怎么在澳洲那种高压的竞争环境下依然保持优雅的。做生意的人最怕的就是信息差，
而这种信息差有时候就是几百万的代价。我今天把这些心路历程分享出来，是因为我太了解那种在纽西兰想要突破却找不到出口的焦虑，我也太了解那种只身一人闯荡澳洲时的孤独与迷茫。我们这群人不求大富大贵，求的就是一个值得，求的就是我们的努力能换来对等的回报。如果你现在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守住纽西兰这1亩3分地，还是该去澳洲闯一闯，我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你一点力量，让你明白你并不孤单。好了，现在到了我承诺要送给大家的 bonus 隐藏版内容，这是我私藏的2026澳洲财富避坑与收割清单，建议你拿笔记下来，或者是反复多听几遍。首先，我要给你列一份黑榜，也就是2026年你千万不要碰的雷区。第一就是高杠杆的雪梨内城豪宅公寓，很多人觉得雪梨是龙头，买那里准没错，但2026年的数据告诉我们，那里的租售比已经低到了冰点，且面临极大的政策调控风险。如果你是为了收租现金流，那里会让你亏到怀疑人生。第二就是没有技术门槛的传统代购与零售，这个赛道在2026年已经被大资本和数位化供应链彻底扫荡，普通人进去就是送人头。第三就是跟风布里斯本的盲目开发，大家都说奥运好，所以很多小散户跑去布里斯本远郊买的盖房，结果发现配套根本跟不上，最后资产全卡在那里动弹不得。接着是我的红榜，也就是我个人非常看好的财富赛道。第一是专业技能型的蓝领劳务品牌，在澳洲一个能管好团队、口碑卓越的建筑维修或安装品牌，其利润率远超很多坐在办公室里的白领生意，这是2026年澳洲基建大潮下的刚需。第二是针对高净值移民的生活方式管理，澳洲不缺人，缺的是能让这些有钱移民快速融入，解决高端医疗、教育和法律需求的一站式服务。第三是西澳博斯 Perth 的价值洼地，当雪梨、墨尔本已经贵到让人窒息时，博斯凭借住强大的矿业背景和相对亲民的房价，正在成为2026年资金避险和人口流入的新热点。特别是当地的公寓市场正在经历一波补涨行情。说了这么多，你可能心里已经有了一个轮廓，但具体到你自己的生意、你自己的资产，到底该怎么跨出这第一步？我知道每个人面临的情况都不一样，有人是带着几百万现金想去澳洲寻找下半辈子的安稳，有人是想把纽西兰的成功模式复制过去再创高峰。这背后的每一步，从公司架构的设立、税务身份的隔离，到精准的选址布局，其实都有一个标准的跨境成功模型。我这2年一直在整理一套纽澳商业转场实战方案，这不是书本上的理论，而是集合了10几位已经成功上岸的老板们的血泪经验。如果你现在感到迷茫，或者你正计划在未来的1年内启动你的澳洲计划，这套方案或许能让你少走3年的弯路。如果大家对这套方案感兴趣，或者是你想知道更具体的关于我刚刚提到的那些红榜项目的落地细节，请在评论区大声告诉我，只要留言我要方案的人数超过500个，我就会专门再录制一个完整的深度视频，把这套价值不菲的方案细节全部公开，甚至我会考虑邀请我当地的税务和法律专家团队，直接在线帮大家答疑。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真心希望我们这群在海外打拼的人能够抱团取暖，不要再重蹈那些单打独斗，最后血本无归的覆辙。在影片结束前，我必须要非常严肃的提醒大家，我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无论是趋势分析还是投资建议，都是基于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和市场观察，这只能作为你的参考意见，并不构成任何绝对的投资指令。商业世界瞬息万变，2026年的环境更是充满了挑战，每一项投资都有风险，每个人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也完全不同，所以在你签下任何合约，转出任何一笔资金之前，请务必进行独立的专业评估，你的财富安全永远是你自己的第一责任。最后，我想问问坐在屏幕前的你，如果你现在有机会重新选择，你会选择留在纽西兰守护这份宁静，还是会像那些老板一样，哪怕前路未卜也要去澳洲搏一个更大的未来？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你的每一个留言我都会认真看。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那么一点点启发，或者是帮你避开了一个潜在的坑，请一定要帮我点赞、关注，并把这段视频分享给你身边那些同样在纠结、在奋斗的朋友。你的支持就是我继续把这些真话、钱货讲下去的最大动力。这里是赚钱角度，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